第4站京都，其實蠻小巧簡單的。去哪？我去薰衣草香，然后做的是那位。Hello， 大家好久不見！我現在已經到了打工度假第4站京都，將近快1個禮拜了。然後這個禮拜呢，先去了倉敷跟廣島，在我正式報到京都之前。到了京都之後呢，就開始打掃這邊的家裡啊，還有去辦一些轉入轉出繁瑣的手續，一直到今天才正式有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京都的生活。話說我很久沒有拍 vlog 了，我在高松因為都一直要拍跳島的東西。但跳島是一個很需要做行前功課的內容，我覺得它有很多美感在裡面，我會想要把它整理好之後，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幫助到有真的需要來跳島的大家。所以我在高中那一整個月，幾乎每一次出門都是做超級多功課的，讓那些影片會變成很像攻略型的影片嘛，比較偏那種性質。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就像這樣自然的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有點不習慣。我先帶大家簡單看一下我這次住的房間好了。我这次住的房间是这种狹長型的房子，一進門之後就會到廚房的空間，它有一個小小的廚房，然後旁邊這邊就是廁所，然後再往前走之後呢，就會到主要的活動區域，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其實蠻小巧簡單的。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沙發，但我通常都沒有用到，我都會在那個工作桌那邊工作。沙發我真的好像完全不會用到所以我也不會飛在這裡，真奇怪，我居然不喜歡沙發。其實這個房間蠻大的，然後是所有的家具都是原本這個公司就有配在這邊的，但我覺得蠻合理的，因為我們會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在這個房間裡面，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所以公司配給你一個個人的房間，我覺得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在這邊會待2個月，這個工作的話，它其實平常不接收停留這麼短時間的人來上班，但剛好就是需要一個短期的人力，所以我就剛好補進來了。我每次發都會有很多人問說這些工作到底是去哪裡找的？我所有打工度假找的工作都是在臉書社團跟背包客棧這2個地方找到的。那臉書社團的話，主要會是這2個大家都可以加，裡面都有蠻多資訊的。然後我現在這個的話是在背包客棧上面找到的。很多人都會覺得 Facebook 上面的工作會看起來像詐騙，但我覺得要多方比較，然後你找到你自己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去網絡上面，不管是 Dcard 啊，或者是 IG， 或者是 Google 各個平台上面去找，看有沒有人之前有去過的一些工作經驗分享，應該會比較幫助你，可以過濾掉一些真的很奇怪的工作。如果大家真的還有一些其他的跟打工度假有關的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如果有機會的話會再出一集解惑大家。我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我的行李箱在從高松寄過來京都的過程當中壞掉了，它正式的壽終正寢。行李箱在日本的話是屬於大型廢棄物，不可以隨便丟在一些回收區的。所以如果大家是旅遊的時候想要換行李箱，想要把原本舊的丟掉的話，也要記得，就這東西是不可以隨便丟在旅館裡面的，可能會造成人家的困擾。最好的解決方法的話是直接去問你們旅館可不可以幫忙代為處理掉這個垃圾，那通常會需要付一些費用，我覺得這是合理的，就像手續費一樣。總而言之呢，我下午手機打電話過去了，那個時候電話也是超耗神的，我原本以為就是應該還好，我只要講我的地址、電話，什麼時候可以收，這樣就 OK 了。但他東西講了一大串，我真的是聽不懂每次找講電話之前，我都要先 read 過很多次，然後當下講聽不懂的時候，我覺得很緊張。除了打電話約完之後呢，還需要先到日本的便利商店去買。他們有一個大型回收垃圾的貼紙，然後上面要寫上我的預約編號，在他收的那一天早上8點之前要把那個貼紙貼上去，然後把行李箱放到他的指定位置，他們就會來收。所以呢，我等一下要出門，然後順便去買那個貼紙，給大家看一下我破掉的行李箱現在長怎樣。這個是整個已經破掉了，你看這個洞，它已經可以放1根手指頭進去了，然後這個是整個已經破掉的狀態。那我就準備出門去買那個貼紙，順便去外面採買一下東西。大きなゴミの汁を買いたいです。ゴミの汁。はい。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はい。我們家附近有一間很大間的AEON Mall，有4層樓，然後1樓有超市。我平常最常去的超市就是這間，要開到晚上9點，超晚的。今天想要去其他樓層看看，因為我這裡一直只有在超市而已。這裡有這種工作咖啡廳感覺之後可以來。我回來了，
因為 mall 裡面是不能夠拍照，所以那時候就沒有記錄太多。去逛了其他的樓層，結果就看到一大區扭蛋區。我自己其實後來到日本已經比較少在扭蛋了，比較克制一點。但是呢，我有提供一個線上抽扭蛋的服務，幫我的室友線上抽扭蛋，因為他很喜歡吉伊卡哇系列，所以我只要看到任何跟吉伊卡哇相關的扭蛋，我就會傳給他。我要來做一個我前幾天滑 IG Reels 的時候看到的，只要一個食材，連調味都不用，全部放上去平底鍋，開小火，調味飄出來就翻面，有上色就完成啦。感覺就很簡單，然後因為它的那個 cheese 條就是在日本的話便利超商就可以買得到，所以我剛剛就去買了 cheese 條，它蠻小一條的，就是單純試試看這個味道。它切多大啊？应該這樣就可以了吧？感覺在融化哎，我應該要翻面嗎？好，翻面看看好了。我覺得我的好像不會變成焦黃色，但是因為我覺得再煮下去，感覺就會很軟體啊。我要來偷吃一個。蠻好吃的，它變成 QQ 的，外面那個是有點像皮一樣的感覺，我觉得可以盛盤了。吃飯。我要來寫這個貼紙了，它應該就是在這邊寫上收的那一天的日期，然後跟預約號碼，還有你的名字。我要來把我的行李箱裡面的東西收一收。我整理好了，然後我現在把它貼上去。貼完就 OK 了，然後這一張就會變成我的收據，因為它上面會有這一張貼紙的編號，出什麼事情的話可以用這個編號去查。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行李箱放到我們這一個秀區的門口，這樣就完成了大型垃圾在日本的丟棄方式了。Hello， 我等一下要去唐吉訶德買新的行李箱，因為我前幾天正式把我行李箱丟棄成功了。下午的時候去樓下看，就真的不見了。我現在是沒有大的行李箱的狀態，後面超亂的。所以我等一下打算直接去唐吉訶德把那個行李箱買回來，趕快出門。買完箱子出來，天已經黑了，就是在白色跟黑色間猶豫超久，因為我覺得白色比較好看，但黑色比較不怕髒。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好看。這個輪子現在滑順的程度是我可以這樣丟出去，然後握一下頭髮，再把它接回來的，超好笑。我住的宿舍在距離京都車站走路大概10到15分鐘，其實沒有很遠，但因為它是在後站的關係，所以就相對前站比起來安靜很多。還有每次要去車站那邊的時候，都覺得有一種要進城的感覺。回到家了。我那時候就是因為行李箱壞掉嘛，所以就想說要在日本買一個行李箱，然後就看到了其中一個也是在日本的創作者，他跟他身邊的朋友大推，他甚至為此創了一個精選動態，叫做我推的箱子，我覺得超有趣的。而且因為它沒有很貴，它又是前開式的，因為我這一次換行李箱的時候就有想說我想要換前開式的試試看，然後那個創作者好像有去調查了一下，目前這個行李箱是只能夠在日本的唐吉訶德才能夠買到的，台灣沒有代理的樣子。它這一側其實蠻窄的，比我之前的那一卡還要再窄一點，可是它這裡有一個可以加寬的拉鏈，這一卡大概是26到27寸左右的大小，如果加大的話是可以到106公升。然後它這個雖然看起來像硬殼，但其實它是軟殼，所以比較耐摔一點。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好了，我现在会很像是真的行李箱的業配啊，這是我自己買的，哇，我人生第一顆前開式行李箱。這邊有一些夾層，大中小，然後這個也可以打開來。哦，這裡還有一個夾層，這個牌子是日本的牌子，哦，很深哎，真不錯。我要先來把我那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都丟進去看看，塞進去了。長這樣子，好方便哦。然後這個這樣蓋起來之後，我的這些
平常洗衣服用的東西，就可以丢在上面，超棒，超方便。大家如果想買的話，可以來日本的唐吉诃德買。到了，這間店就在絕川的旁邊，是一間很可愛的書店，旁邊還有附設咖啡店。它的1樓是咖啡，然後跟書店；2樓的話就會有不定期的更換新的展覽。我今天要去看就是這個插畫家的展覽。看完了，是一個比較小的展覽，然後原本有一些小小的周邊，但它周邊大部分都是比較大一點的，像帶衣服之類的，所以我這次就沒有入手。我現在準備吃晚餐了，我要來吃這間的擔擔麵。先看一下分享的人很好吃，來了，飽了。回程的路上找一間超市，然後去採買東西，然後就準備回家了。早安，大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樣，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些東西都整理乾淨了之後，才能夠正式開啟新的一天那種感覺。我不會每天都打掃，但就是我會累積到大概一定程度。當我今天覺得我要很有效率做很多事情的時候，我就會盡量的打掃乾淨，好讓我的身心就處在一個很乾淨的狀態，我才能夠真的認真靜下心來好好工作。這是我的儀式感。然後我今天的任務就是我等一下要去比較遠一點的那一間宜用 mall， 因為那邊的那間無印良品有賣我想要買的東西，順便也去開拓一下新的超市。明天開始要連上1個禮拜的班，所以幾乎都不會出門，必須要在家裡完成工作，所以打算要先去把1周的食材都採買完，這樣子下禮拜的話就不用擔心了。順便我還要去蛋糕店買1顆蛋糕，因為我下禮拜剛好生日，但是生日期間要工作，所以呢打算先把蛋糕買起來，到時候在房間裡面簡單幫自己慶生。聽起來怎麼有點邊緣的感覺？但沒辦法，這就是在日本朋友都不在身邊還要工作的情況下幫自己慶生的方式。那我們就準備出門吧。先來無印良品採買了一下，我買到了紅的這個是 Hinoki 檜木香的吸收露，還有這個我之前有用過的它的護手霜，都是檜木跟薰衣草香的，兩個都是我很喜歡的味道。然後還有這個，這也是前陣子蠻多人推的這個線香盒，它可以完全把線香燒乾淨，我覺得蠻不錯的，而且比我想象中的小哎。我選了2個線香，是白茶跟應該是綠茶的。另外還買了一些常備品，化妝水、洗面乳跟一些我很喜歡的這種調理包。又爆買了一堆食材，還買了晚餐肯德基，所以還有1袋，有夠多。我現在要準備騎回家了。我有，給我葉子，謝謝。我要花椰菜、番茄給你。花椰菜就給我，謝謝。花椰菜現在在我的盤子裡。謝謝，沒關係，你那個左邊那個人有，再給我1個花椰菜，如果有的話。給你。好，給我了番茄我自己出餐。快，我的餐爛掉了。啊，等一下來不及了。我的都是我自己的